大家好，我是短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圣千金》的第5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回说到基奈找天马切磋，中途提到了关于神之军师的秘密武器。一华曾经和天马他们私下里说过基奈很有可能掌握着秘密武器的真相，所以呢，就连日本警视厅也不敢对他轻举妄动。而基奈现在正拿着武器的情报在和天马打赌，如果这一战赢了的话，天马3姐妹以后就可以跟日本警方搭上线了，这对他们的企业发展有着极大的帮助啊。但是现在的战况并不是很乐观，天马想靠格挡防御基奈的进攻那是相当的勉强，才没过几招，天马就已经面露难色了，而基奈则是像孩童玩耍一般，显得异常兴奋。天马不愿再坐以待毙啊，他试探性的踢出一脚，不料身法轻盈的基奈直接飞身跃起，一发直拳好悬没打中天马。可是有些离奇的是，每次当基奈准备进攻的时候天马都会猛地睁大眼睛，高速运动的基奈在他的眼中已经形成了残影，然后就只听得入的一声，天马在极度不协调的情况下，居然闪过了基奈的攻击。如果说一次算是侥幸的话，天马可以说是滴水不漏的躲开了基奈的所有打击，连一旁的花奈都感慨天马真的是有点东西啊。在一通暴风骤雨般的快拳过后，基奈上前一步刚准备打出肘击，但没想到天马突然顺势向下一沉，用情报限制住了基奈。后者呢好像也没有太过抵抗，有些顽皮的轻哼了一声之后就这样被天马给放倒了。面对基奈这种超强的对手，天马丝毫不敢怠慢，他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形成了吸食之步的体位。这招虽然无法使对手晕厥，但基本上呢可以说是无法靠规则内的招数破解的招式了。天马这下总算是找到了翻盘的希望他摆出了冷酷的表情，十分装逼的对基奈锐评道：呵呵，正是因为你太过于强大了，这就是你最致命的弱点啊！等一下，这句话怎么好像惠利昂打爱德华的时候也说过天马一边收紧手臂，一边继续说道：基奈你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实力相近的对手是吧？这会让你的行动过于武断，你太喜欢使用一击必杀的大招了。这种大幅度的动作常常会使人暴露出破绽，所以现在的你才会被我这种弱者实现逆转哦。眼看是胜负已经了然了，花奈还贴心的想要安慰一下基奈：哎呀，小妹妹，你也不用太气馁了，天马他好歹打过这么多年比赛了，在经验上有优势，这是很正常的啦。突然间天马感觉身体好像不受控制，一股异于人类的力量正在反抗着他。与此同时基奈在一瞬间好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见鬼了，简直就是闻所未闻啊！体型和天马相近的基奈居然只使用蛮力，靠着单腿把天马整个人硬生生的给抬了起来这种怪力，那怕是请了祖师罗尼上身都做不到的吧？基奈他游刃有余地总结了自己失手的原因。原来弱小并不代表着战斗经验不成熟，相比于中阶级，看准出招的时机进攻才显得更为重要基奈完全就是一副欣喜若狂的高潮脸嘛！他胜在了天马居然连续2次打破了他的预期，能够如此享受的沉浸在战斗中，这种前所未有的体验那真是太爽了。基奈甚至还邀请天马想要在擂台上堂堂正正的打一场的，但是呢，一说起比赛的事天马逐渐又露出了失落的表情。他松开双手，算是承认了自己已经没有了战斗下去的余力。他表示刚才的吸食之步已经是自己的极限了，因为视网膜脱落的原因，自己只能屈居幕后。在里格斗界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技能基本上已经荒废的差不多了，所以天马自认为完全没有办法和基奈这种一线水平的人战斗了。总之呢，基奈算是明白了，天马那种奇特的战斗方式原来是因为他的眼睛有伤，而今天的战斗呢，也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基奈此时调皮的躺倒在地板上，对天马他们发出了命令：
天马小姐啊，我们的战斗就留到以后再说吧。不过希望你可以快点帮我找些像样的对手来哦。基奈这种让人浑身发毛的气场，那简直就像是饥渴的猛兽在等待着被喂食啊！天马要是不交出猎物的话，迟早也会被基奈一口给吞下的吧？不过正所谓啊，车到山前必有路。一华这边在接到了天马的电话过后，十分惊喜的确认了秘密武器的情报属实。这下一来啊，三姐妹奋斗的热情又被点燃了。一华为了打败基奈，特地请来了2个超强力的外援来作战啊。说是请嘛，其实就是请他们2个吃了顿路边摊而已啊。这2位凶神恶煞的小姐姐一出场啊，气势就快要把漫画纸都给撑破了。这个浑身包覆满肌肉的姐贵啊，叫做李口，通常是翻译为梨子一类的名字啊。另一位混混模样的女子呢，叫做李苦，通常翻译为鹿啊。我们就叫她千春姐吧。这2人可是赫赫有名的凶人姐妹花，她们才刚采完缝纫假就被一华动员过来了。谈好的条件呢，自然就是基奈的那500万赏金喽。但与此同时呢，可不只有1人盯上了基奈。在另一个格斗团体的办公室中啊，一位中华娘造型的妹子正向老板提出辞呈。她此番呢，也是为了要和基奈一战，不惜跳槽去天马的无名小团体啊。这位可爱的妹子还一本正经的说了句至理名言：正所谓追名逐利本身就是人类的天性啊，这500万的赏金我是拿定了。那么新一轮的角色看来都是围绕着赏金准备开始战斗了。基奈到底能不能成功击退他们？天马一行人又能否实现搞到秘密武器的情报呢？请看下回分解啊！